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在我眼里你会发光 OPPO Reno5 系列冠名。人像视频会发光 ，Reno 探案心不慌。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5 系列独家冠名播出，跟随灵魂找到你，一起上 Soul 玩推理。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都在玩的社交平台 Soul APP 赞助播出。打开百事，助攻破案。本节目由打开百事把乐带回家的百事可乐赞助播出。要当名真人，就到 M 城明星大侦探长沙旗舰店即将来袭。下载小芒 APP， 名侦同款抢不停。OPPO Reno5 幻彩人像视频，在我眼里你会发光。凶手在现场留下一颗咬过的带血苹果，这苹果上的印记到底是谁留下的？凶手就是你！凭什么指认是我？因为你牙齿敏感，不敢喝冰水，而牙龈出血脆弱的人也容易有牙齿敏感，这就是最好的证据。送你一支舒适达红蓝管，改善牙龈红肿出血，保护敏感性牙齿，两大问题一直对抗。本节目一共7位玩家，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分别有侦探、嫌疑人、真凶3种身份。游戏设置双侦探模式，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只有真凶可以说谎，只有找到真凶，玩家才获胜。游戏设置侦探酬金，每期抽取角色卡时，每位玩家将获得1根金条。如果真凶逃脱，则真凶获胜，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如果抓住真凶，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2位侦探各自投票，若2次都投对，则均可额外获得1根金条。你想拥有这样一套房子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快递直达，能叫外卖。M 市天空公寓就是你梦想中的家，原价800万的房子，现在只要400万。是的，你没有听错，不要800万，不要600万，只要400万。上次抢不过，这次别错过。哦 ，Tommy， 你看，市长，这就是我的家。哇，天空公寓，这是整个城市最壮观的一处建筑。你看，大海、沙滩、椰子树，有没有觉得空气都比别的地方好一些呢？是不是？太羡慕了。来，让我们进去。哦，对了。这个房子都没有楼梯，它是纯电梯式的住宅，1梯2户，好吗？来，你自己拿一个这个介绍资料了解一下，好不好？一次性付款400万，你看它是从800万慢慢降下来的。那我也买不起啊。哦，对了，因为我们 MGQ 杂志呢会给我们签约的顶级模特呢会租一个，你可以加油，成为我们的顶级模特。或者娶一个顶级模特，你觉得怎么样？好，哎，可以了，好，来，走吧，我们上电梯。哇，这就是超豪华电梯。Tommy， 按下电梯，我们家在顶楼。哦，我可以去参观您的房子了，是吗？没问题的。我按这个。它这个电梯，你看两边都有门，这左边1户，右边1户。但是到了我们那个顶层呢，你左边右边进都可以，因为不好意思，左右2户我都买下来，都是我家。不愧是你。好吧。 46楼到了。
哎，怎么停在46楼了呀？46楼不是顶层吗 ？T 层是顶层，就是 top 的意思。哦，您的。所以你看，46楼都是我楼，与众不同。怎么这么大音乐声啊？这什么声音？这边。这么晚了还放这么大音乐声，扰民啊！这是打扰我们社长休息。哎，而且这个房子，你看以前是封住的啊，那它应该没有人住啊。哇！天哪！什么情况？不行，这，我找物业吧。物业拿了备用钥匙。你好，我是 T 层的顶层的何社长。怎么这么吵啊？您说什么？何社长 ，T 层的住户。您在哪儿呢，何社长？我刚才经过46楼的时候，这里非常的吵，然后呢，门又是被封住的。你有没有备用钥匙拿过来一下？你先来4601吧。哎呀，我尊敬的何社长，你看看，哎呀，尊敬的何社长，您回来了。你不是飒时装吗？我是飒时装啊。你怎么拿着物业的手机呢？搞兼职。我现在是在物业呀，我就在咱们这个天空公寓当物业管家。哦，杂志社现在还在呀？在呀。我去年就卖出2本杂志，您买了1本，您太太买了1本。够了，我们杂志社不是靠销量的好吗？我们杂志社，有没有钥匙打开一下吧？实在抱歉，我刚才接到您的电话，对啊，我赶紧去拿备用钥匙。是啊，但是不在。那您这么回复，您看一下。你上来。上一点，他们。我问你，大哥。我这屋里怎么这么乱呢？哎呀！怎么了？我的天哪，又出现一起！为什么说又？有一些故事可能您这段时间没有回来，不知道。因为我跟我 Tommy， 我们2个最近在参加全球的，不是全球的时装周。哎呦，我们去了很长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俩今天可以当侦探的原因。全球的时装周是皮蛋瘦肉之后啊，还是白周？就是周，全球的时装周 week。我已经离开时尚界太久了，你们那些破事儿我都已经不管了，真的很唏嘘啊。对，因为我现在人生有更高的境界和追求。那这样，天天穿着衣服到处走，物业有什么意义呢？物业是吧？物业，他是谁？这就是住在，哎，他不住这屋哎。4601啊，他住4602对门，他是你们 MGQ 的签约模特啊！哦，原来是真模特呀！这房间里有不干净的东西，这房间里有不干净的东西纠缠我，你不要纠缠我！我用什么办法砸他都没用，不可能，您砸我一下我就……哎，这里有一片钥匙耶。4601的备用钥匙在这儿，这不就是我们物业的那个备用钥匙吗？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让侦探为你分析一下。他人坐在这儿，门从里面反锁，唯一的一把备用钥匙在房间里面，说明，他是自杀。下班走。
走，回去吃火锅。这个说明这个凶手想把它造成一个自杀，而且他还做成了一个密室。去吧，去把那个其他的朋友叫上来。就您确定都要叫来吗？都叫来，好不好？这会儿都大半夜了，快去！本来以为躲开您了，真是又在这撞着你。都起床了啊！起床了啊！半夜啊，何社长要接见你们。本栋楼最大的业主回来了啊！他是之前是怎么在时尚行业工作的？这么大声儿？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儿？这边进，对，这边进。啊？怎么？有人死了？又发生灵异事件了？为什么要说又？先进来吧。我怕呀！来，我抓着你的手。是不是要补妆呀？我抓你的手进来，你看他都不怕。他说他要给他补妆，让他美美的走。先进来。社长，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MGQ 的新进员工，美妆部的郭美妆。郭美妆啊，有这么有好人，你呢？你干嘛？楼下卖包子的。哦，那没你的事，你回去吧。我在这公寓住的。哦，你卖包子在这公寓住，400万一套啊！租的，跟他合租。他是我未婚妻。来了！呀！他这酒醒半天了。这怎么又发生了灵异自杀案呢？你为什么要说又？社长你好。哎，我怎么觉得那么眼熟？我是 MGQ 的员工陈秘书。不对呀，之前我那上任社长是你干掉的，对不对？那是魏秘书，我是他的弟弟陈秘书。我说呢。哦。这是个门啊，这是个门，你还看不到？现在能看到，这儿。怎么又有灵异自杀？你还没看到呢？他是真看不到，你是闻到了吧？姐姐，啊，姐姐，怎么是你？姐姐。谢谢。这个表演方式在第2季之后我们就不用了。他刚来，再来，可以了。新城，你再换一个，你要么就再走心，要么就再浮夸。Action！ 姐姐，啊，走心的来了。来了。怎么是你？姐姐。OK， 来。你是谁啊？我叫新前台，但是大家都不叫我新前台。叫你什么？大家叫我玉草。狱中之草。对，我以为在我们社长面前说是玉草，真的。学校校草，监狱进了吧？进了吧？进了吧？现在是2021年1月14日凌晨2点10分，在 M 市天空公寓的4601号房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是真模特，是我们 MGQ 杂志的模特，身穿红裙的她坐在地上，门从内部锁住，唯一的钥匙就在她附近，看起来是诡异的自杀，但是直觉告诉我和汤米，这事儿
没有这么简单，这绝对是一起密室杀人案件，而杀掉他的嫌疑人就锁定你们5个，分别是萨时庄，42岁，辛全台，年龄26岁，郭美庄，今年30，军包，46，陈秘书26岁。作为一个社长，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感到非常的痛心。哎呀，所以呢，我一定要找出真相，替真模特伸冤。我们现在去海边做不在场证明。好。凌晨2点多，时差还没有倒过来，上一秒钟好像还在戛纳的海边。现在坐在这个地方，面对一群嫌疑人，请允许我纠正您一下。不用了，谢谢。戛纳。上一秒钟还在夏威夷。哦，对不起，社长，允许我纠正一下，那个念 Hawaii。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被开除了吗？上一秒钟还在海边看着一些 model。走来走去，现在就跟一些嫌疑人坐在这里聊着案情。你想要 model 也有。哎，别下海，别下海。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们每一个人走进4601都说怎么又发生了灵异的自杀事件？何老板，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来了。刚才您在发现了这件事之后说，因为发生在您住的楼下。是的，所以会让您觉得心情不太愉快。那接下来我非常荣幸的让您多几件不愉快的事儿。M 市网红海景房竟变凶宅，怪不得价格低了。对呀。2020年11月14日，请记笔记。11月14日写，快。天空公寓4601房的业主房姐，发现在其家中自杀，尸体被发现时，房门反锁，家中播放着恐怖童谣《天堂岛之歌》，而且电脑里还留下了房姐的诡异信息：这房间里有不干净的东西纠缠我，我用什么东西砸它都没用，我只能选择去死了。可没想到的是，1个月后，也就是2020年12月14日，天空公寓4601房再次发生自杀事件，尸体被发现时，房门反锁，死者好模特和房姐死状类似。接连的蹊跷自杀让天空公寓的住客焦虑不安，房价几乎跌破了开盘价。每个月14号，11月14号、12月14号，对，每个月。好的，了解了。那么现在大家都说一下，你们来这儿工作或者来这儿住多久了？跟死者真模特是什么关系？您还不认识吗？不认识。这么绝情？当年我可是您的得力部下。哦不好意思，我作为社长，我1个月可以最高纪录帮您卖出了20多本杂志。当然，我离开了 MGQ， 现在荣幸的成为了一名高档物业的管家，名叫撒手不管。我是在11月中旬来到的这个高档公寓，我跟死者不认识，见过吗？当然，作为我们这个小区的管理人员，我还是要了解住户的基本信息。我只知道他住4602。啊，嗨，新前台，你什么时候来这工作的？12月1号，1个月以前。你跟死者什么关系？刚才说姐姐。姐姐。对，死者是我的姐姐。是亲姐姐吗？就是关系比较亲。
下面到郭美妆。我是我们 MGQ 最有潜力的这个美妆主编。关键是您看我未婚夫就知道了。我这双整容般的这个手，只要是经过我手，就可以再造新生。你到 MGQ 多长时间了？是刚刚去的，是不是？我其实是今年1月初才过去的，所以社长对我是只是有点似曾相识。是，我确实不是很。说实话，我是一个高层，我不只是住在高层。那公司就2层，一个高层，一个地下1层。你什么时候搬到天空公寓的？我在这住了3年多，我是4502，我俩都是4502的租客。你跟死者是什么关系？我们其实就是很单纯的同事关系。基本上我来了之后，我还没见过他。OK， 下面来熏包。我就是用熏做好包，餐餐吃得饱的熏肉大包这个包子店的老板。他那包子能熏死你。然后她是我的未婚妻。别小看了这一位。这位年轻人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唯一一位企业家。我们都是给别人打工的，只有他是企业家。你看他的企业规模。对的。请各位看一下，这是他的厂房、他的研发中心、销售中心，他所有的员工都在他身上。对。那我想问一下，你来这个公寓住多久了？这算是一个专访吗？你如果想要专访的话，我也可以问问你，你的感情观是什么？相差16岁的恋爱，你有压力吗？你们俩的经济大权到底握在谁的手里？你们的房租真的是1人1半吗？那我直接说吧，我是去年6月份进来的。你跟死者是什么关系？我跟死者有一面之缘，不熟。哦，一面就够了。一面之缘呢？好，下面来陈秘书。哎呀，我的故事呀，说来话长啊。因为刚才何社长看到我的时候，一眼就认出了我的容貌。然后呢？其实他说的呢是我的双胞胎的哥哥，叫魏秘书。我后悔也来不及了。放我出去！我要跟你们同归于尽。现在还在服刑中。对，还在服刑中。我真的是来替我哥哥还大家人情债的。我是10月份搬进来的，因为他是模特嘛，然后我只是一个秘书，所以我们俩没有什么太多交集。好，说一下今天有没有见过他？从昨天到现在都做了什么？我是从昨天早上9点就开始值班，大概在10点钟的时候，在1楼电梯口，他出还是进？急匆匆的从电梯里冲出来，差点撞我一跟头，不知道他干嘛，非常着急。然后我就一直值班，到了中午12点左右，4401房间水管漏水，我就12点钟去修水管，修了1个小时。中午1点钟回到值班室继续值班。物业的老总跟我们说您今天回来嘛，就让我们提前把您的这个房间给您打扫一下。没想到您是今天凌晨到，到了晚上12点40，我才腾出空来帮您打扫房间。下午1点到晚上12点40都在正常值班，都在正常值班。打扫到一半，电话响了，是社长打给我的，他说他在46楼。听到有非常奇怪的声音，让我赶紧拿备用钥匙过来打开门看一下，然后到了物业办公室，发现钥匙没在。我就赶紧上到46楼来跟您会合。新前台说一下，昨天到现在干了什么？见没见过死者？昨天我见过。刚才大管家说10点的时候看他冲出来，是因为早上9点半的时候，我姐姐叫我去她家喝汤，她煲了鸡汤给我。然后喝完汤之后呢，这时候正准备跟她聊一聊，然后大概10点的时候，她接到了电话，说让她回公司录 vlog。然后10点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
然后我就出去海边散步，一直散到晚上的9点，我回来值班。散了几个小时步？大概是10个小时吧，大概10个7、8个。如果顺着海边走，你应该到另外一个城市。10个小时散步。我为什么走了这么长时间呢？因为我不仅在海边走，因为我在海边数浪花。浪花一朵朵，对，就数浪花一朵朵，数了有多少朵浪花啊？9点回到公寓，然后0点30分，我突然想起来4402，他买了一个绿茶的盆栽，让我去帮他浇，忙到2点05分，啊，好不容易浇完了。这个时候呢，萨管家跑过来说：“你去案发现场看一看吧。”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带着盆儿，我还没来得及休息，我就来了。所以你浇了2个小时，那也够久的。对呀。也就是说，0点30分之后，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出我们的公寓，且没有人看见。下面到我们郭美妆。我昨天其实是请了假，没有去上班的。然后我后来就去我们市里面绕了一绕，大概是晚上10点钟我回来的。然后那个时候熏包也差不多收摊，我俩是一起搭电梯回家的。然后回家了以后呢，他就说要来我房间里坐一坐聊一下，但是我就有状况，我就跟他说不太舒服嘛，我就想自己一个人待在房间，就在那之后我就一直待在房间里面的，一直到了2点05分的时候，萨管家来给我们家里敲门，说叫我们俩赶紧去4601看一下。也就是说，10点回来之后，虽然你跟勋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但是你们在各自的房间，所以也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出去，对吗？我是没出去的。你知道他有没有出去？你能为他作证吗？我没办法。所以你昨天到现在都没有见过死者？没有见到他。好，来，勋包。就是我那个网红包子铺生意非常好，然后到了10点钟才把所有的包子都卖完，然后夜里吗？对，一般不是如果生意好的话，早上10点就卖完了吗？他下班了，然后我们正好就跟他一起进去了。回来之后呢？回来之后呢，我想上他的房间跟他聊一会儿天，然后他说他有一些不舒服。然后我就回到我的房间了。你确实是想去他房间聊天吗？我刚才看你眼神，我就感觉出了，你好像觉得我还是想有，你好像觉得我不是想找他聊天。他拒绝了你，你呢？拒绝了我，我就回到我自己的房间了。他不跟你玩，他说你回去自己玩，然后我就回去自己。别这么聊了，这么聊，我就回去开始研究我的包子了。研究你的。包子哦，研究包子，开始擀面就擀面，就来回擀，擀到几点？擀到2点05分，然后他突然叫我们。哦，我们俩时间线是差不多。对，没人知道你们在干嘛，等于啊，有见过死者吗？昨天和今天都没见过。好，下面到我们陈秘书。我的时间线很简单，我们公司啊上班的时间很早，早上11点开始上班，不早了，差不多了，然后一直上到这个下午的7点半，我就从公司回来。我住在4501，差不多8点钟从公司回到公寓，然后呢就一杯红酒配电影嘛，是吧？舒服窝在沙发里，然后一直到这个2点05分，萨管家叫我，然后我就拿着红酒出来。跟大家碰面了。你配的是什么电影啊？我想问问。人鬼情未了。哦。人鬼情未了。你也没有见过死者是吗？对，今天没见到死者。案发的时候，按照你们的陈述，萨萨在4701打扫房间，就我的房间。新前台在4402交茶。郭美妆和熏包子。在4502各自在自己的房间，陈秘书在4501房间。对不起，那个在看人鬼情未了。今天您是侦探，我不该那个指手画脚的，但是确实我认为，你现在就能确认那是案发时间吗？他可能只是音乐响起的时间，人什么时候挂的，不一定。对啊。我多说，我多嘴，
我只是说别漏过了有些对重要的时间线索。你来。那我就不客气了。如果是这样，就来重新梳理一下我们的时间线，搜证吧，好不好？好，搜证。第1轮现场搜证，7名玩家分为2组，轮流取证，限时10分钟，每人可使用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 5系列拍摄10张照片。朋友们，首先来拿我们的探案神器。我们的 OPPO Reno 5，看看这是谁的？这是我的。那我抽一个。来，你看这是谁的？走嘞。我们走喽！来吧，我的朋友们！好，来，我摁一下。啊，到了，来。到了。哎呀，这个是怎么从里边就把门锁上的？是有设计。对。头后面。开吧，研究一下。姐对不住了。应该是在脑袋上吧？正面没有。哦，侧面。这钉子好深啊！不是钉子，这儿应该是撞到这儿了。啊，磕到了。它这个门也是关的。它这个是不是阳台啊？有没有可能是从外面翻进来的？这是阳台是吗？这等于说是啊，这是4601啊，这是上下层。是。那有没有可能它就是从外面出去？46楼哎。这个宽有5米是吧？对啊，就中间有5米，跳也跳不过去。这个死者是住对面的，他怎么到这儿来了？他为什么会出现在4601？他是住4602的。我们去别的房间看一下，先去死者房间。哇，这有点吓人啊！为什么娃娃会放到这里面呢？这是对面一样的地毯吗？陈啊，你把那地毯举起来，我看一眼。它俩一样吗？一个方的，一个圆的。哦吼，好。哦，这里有，这有一条裙子。这个裙子有什么特别的？谁的裙子？他把11月14号和12月14号都标出来了。电脑。哦。他房子不是我给他租的吗？他买下来了。12月15号，就是那个第2起案发的第2天。4602。看看。啥意思？这红糖热水包、烧仙草包、名牌 logo 包，他就是立志要做一个好的厨师呢。钱对于他来讲并不重要嘛，对吧？难道要用全部身家去还债不行？到底有没有钱？哎，这夹子跟我衣服好搭呀。项目发起人未来
共享马扎贷款3000万，预计收入7000万，实际收入100万，就是一直赔呗。他是以前很有钱，全部身家，难道要用全部身家去还债？全部身家，这是他的密码，等于1000万。不开啊！难道要用全部身家去还债？不行。全部身家是多少钱啊？天空公寓物业备用钥匙。哦，是打开的。钥匙丢了。天空公寓管家值班安排。锁住了。哼，别让父母需要你时，会不会藏了什么东西？哎。有一把钥匙，指甲盖 model， 这谁的指甲盖？针孔摄像头11月1日安装，偷窥别人。笔记本电脑。这是谁？钥匙拿走了，看一看啊。有一部手机，正在遭遇，密码是什么？正在遭遇。正在遭遇什么？中年危机，赚钱不易，全家10口不能放弃。中年危机，赚钱不易，正在遭遇中年危机。物业主任，辛苦你提前打扫好他的房间卫生。咱们一家10口一致认为换一个大房子哦。亲们，看看这个幸福院子怎么样？我要曝光，我要揭发房姐开发的幸福院子就是坑人院子。死的第一个人是房姐，她开发的600万的市中心的4合院别墅，那是萨时装要买，所以构成了对房姐的杀人动机。我们去楼下，我们来喽。来哪儿？我们到郭美庄这儿吧。哇，不愧是我们杂志社的美妆。他整夜睡不着。哦，严重失眠。你的时间只有最后1分钟。这是锁住的耶。他们有没有账单什么的？还没找着。全部身家吗？不是。等会儿有点上头了。啊哈，这算什么？他的全部身家。哦，贷款3000万，实际那他对赔了2900万，那这不就是都是负的？难道要用全部身家去还债？就说他全部身家就是他贷款的金额呗，减去他实际收入，等于1亿4000万，减去他实际收入，等于1000万，1亿3000万。哎，开了。MG 地产，这是不是 MG 地产？
10秒。电梯监控。1月13号。9、8、7、6、5、4、3、10点，果然是10点。1，时间到，请离开现场。探案神器带上，快，给我探案神器。OPPO Reno5现在有幻彩人像视频。哇，你真的很厉害。人像视频会发光 ，Reno 探案新不慌啊！来，快拿来。好。带上我们的探案神器。可以选吗？记录我们的探案时光。这个是你的。OK。走吧，走吧，走吧，开始搜吧。搜，快搜。我们先去哪儿搜啊？我肯定是先搜这个案发现场。我也搜案发现场。来了。电梯，好嘞。咱们先坐电梯。哎，来去46。如需需要，请1楼管家办公室。这也是很重要的，对，因为它没有楼梯，对，只有电梯。我们得演出电梯上去的那一下。有点耳鸣，高楼层。太快了，太快了，电梯。你这是赛车，你这是赛车哥，不是这样一档，不是这个。有方向盘吗？这电梯。好，到了。哎，走了。女士先走，女士先走。什么都不懂。门关了。进吧。12月14号的时候，房门钥匙已经被带走。What？ 第一个死的是房姐11月，好模特是12月死的。嗯？这个东西会自己关门，很奇怪。哎呀，反正这个自杀是有一个说法啊，这红衣、红裙、红鞋子这种。我这脚我能看看他鞋吗？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我没有味道。啊，脚是脏的，腿上也有拖拽的痕迹。鞋是干净的。鞋应该是套上后穿上的。那手也有点脏，不是吗？手看看，手上好像有被抓过的痕迹，看到没有？这里有一点点发红，是不是被拖过？就是拽过，或者是拽过来的。所以这是案发地点吗？这应该可能不是第一案发现场。哎呦，帽子，帽子。哎，为什么帽子会在地毯下面呢？他是连着毯子一起给他拽过来的。有可能。从阳台。阳台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阳台它不通向别的屋啊，他是住在对面，他只能从对面这样拖过来。一梯两户，这个电梯只有2个门。比如说，你把他引到47楼，然后你把他杀了之后，你这个人从阳台上给他运到这儿来，用绳子吊下来。对，这也是个办法。他要是爬窗户的话，他是不是就不用钥匙了？爬窗户肯定不用钥匙。他只要这个门，因为这个门是开的呀，这个门一推就开啊。这也太不安全了，这样。这太不安全，不是你应该负责了呀。但我1个月工资也不高，我负责不了，我负责不了那么多东西。那我去陈秘书那屋看一下吧。陈秘书怎么？他有异装癖啊？这是什么呀？这屋好吓人呐！这小姐姐太美了，我要去我的值班室看一下。哥，你看，那旁边这女的谁啊？他俩是一家，他俩结婚了。你长得太像了。
啊。哎，人鬼情未了，芒果聊。天空公寓业主群，我是4601的业主房姐，我现在家里有2片钥匙，放一片到你们物业办公室，以备不时之需。圈了萨时装和管家小王。管家小王是谁啊？跟我平时轮班的一个同事。又有人自杀了，为什么都是郭美妆在这个房间里听说的呢？我看看，还有什么信息？包子，哎，这有电梯监控，有监控啊？要我过去跟你分析一下吗？但这个电梯监控太特别了。这是陈是吧？对，这是1号门，这是2号门，它电梯的2个门。你看不见他摁的是哪一层。20点，哎，是可以通过这个时间来推定你多少层吗？哦，都有啊。再看这个，哇，这个信息量好大呀！你们俩，这是你们回家。我得去搜集证据了，然后一会儿去吧。一开会我都没得说。这么担心自己的量啊？那当然了，我表现欲非常强。我找了一个瘦吧 APP， 全是化妆品。完了，抽匣我都没搜。听说你的英文名叫 Vison， 高兴的是 Vison， 你唱的 City of Stars 真好听，这个是我最爱的歌。今天我特意淡黄的长裙答应了你的追求，好模特，这跟密码有什么关系吗？我去另外一个地方看一下，新前台的办公室。因为新前台跟我们死者的关系不一般。天空公寓前台值班安排，晚上9点到隔天早晨都是新前台，都是新前台。哎，这个是什么？这是个录音笔吗？录音。上一次播放 City of Stars。 先开起来。我们这个是不是可以进去？天空公寓的密码是多少呀？上面所写什么？4601房事件，天空公寓自2月起将不再允许对外出租，所有租户搬离。说的是我，这里没其他的。我想要进去这个电脑，密码。我不行，钥匙啊！不，我没时间了，哪有那么难藏的钥匙？哪儿在哪儿？肯定就是你了，你是谁？不会是藏了凶器吧？祝我们的玉草快乐平安。这里以后会有吗？在这个地方，关键时刻到了，我没时间了，赶紧开。是一个锁。
时间还剩3分钟，不够。完了，我没找着任何线索，怎么办？我一点也不奇怪，你得帮我呀！你要找到线索了，我倒觉得是一个惊喜。没有啊，哎，没有任何秘密，什么意思啊？没有啊，哎。哦。我又快乐了。他最爱的歌。City Full Stars， 他最爱的歌是这个。City of Stars。120920，他们俩是520在一起。这个手机跟密码有什么关系吗？你的时间只有最后1分钟。I T U W A XIT 哦 XIT 耶！哼哼，小撒。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谈谈，你到天空公寓4601号房来找我好吗？西图瓦，西图瓦是谁？然后发现了一部，今天在天空公寓遇到你，感觉很复杂，所以这个西图瓦到底跟这个好模特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可以输入 MG 啊？试试看 ，MG。哎呀！密码提示：不要叫我金钱台，不要叫我金钱台，那要叫我……大家叫我玉草。玉草，玉草。我进去了。10秒。4402，他家的密码是玉草的生日。没时间了，如果你恨我，以后就断绝姐弟关系。时间到，请哎，这屋我现在出不去了。你还是做包子吧。啥也不懂。走了。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5系列，记录清晰时刻，第一次集中推理，根据收集到的线索完成推理。汤米，咱俩梳理一下人物关系吧。11月14号，房姐。12月14号，好模特。1月14号，就是他。好模特，跟他有过一些瓜葛。他好像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是不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钱，但他欠了很多钱。你就没钱。Rich， 或者ED。他们俩是男女朋友的关系，这也是一个老员工。他们3个是同事，他们俩是现同事。现在最重要的是他的故事，我们完全不知道。是这样的，在这一次的这个事实上是3起的事件当中，我们只能够通过目前我们现在有的这个线索来寻找，在1月14号，也就是今天死去的真模特，他的事件的重点是什么？当然，可能这些连环的事件里面，跟这个11月14号死的房姐和12月14号死的好模特都有可能会有关系。那我们第一个呢，请我们的新前台来分享一下，因为他有重大发现。
好厚一叠啊！因为我搜中了一个非常具有嫌疑的，就是萨时装。我们先看第一张，我发现了一个我们现在这个天空公寓的一个房价，80平米精装公寓，天空公寓售价最开始原价是400万，然后划去之后变成了800万，然后又划下去变成了600万，然后最后又变成了400万。也就是在最开始房子发售的时候，说明卖得非常好，可能涨到了800万。有了第一起的凶杀案之后，它可能就跌到了600万，然后到了第3起，现在就变成了400万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流程。手动无楼梯的纯电梯顶级公寓，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不管是凶手也好，或者说我们在座的所有嫌疑人，只能通过电梯上去。这个楼是有楼梯的。否则当初盖的时候怎么可能通过消防审批？然后下一个信息点是什么呢？最时髦的凹屋设计，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凹，这边是4601，死者死的房间。然后呢，我们这边是4602，这本身他租用的房间。海在这边，阳台在这边。这中间是个5米的距离。假设如果我们凶手不能通过电梯作案的话，那我们只有可能是通过阳台，或者上下楼。没有下楼，因为楼上是我家。哦，对，你在撒在我家，撒在楼上啊。哼，狗咬李洞宾呢，我在给你做清洁，你居然就怕你居然说我在你家里，就怕你不只是给我做清洁，你还给我清理门户哦。好，下一个，你看。天空公寓电梯监控专用电脑，该监控仅检测画面变化时的录像，也就是说，只有东西动的时候，它才会录像，每6小时储存一次，而且无法删除。那它只能野路的时候把它替换掉，是吧？对，只能6个小时把它上面覆盖掉。啊。但是我们注意啊，它这个信息点是贴在那个电脑上的，也就是说，所有人只要经过前台和物业的这个地方，基本上都能知道。然后紧接着呢。我就找到了电脑里面的录像，他把录像都录下来了。对，我把所有录像都录下来了。大管家在那笔写手写的抄了老，啥都没干，就研究录像了。案发的时候是凌晨2点，往前推6个小时，是前一天晚上的8点。根据陈秘书说，他晚上8点回家。我们现在翻到录像，确实发现8点的时候进了电梯，他是从左边进来的，最后从左边出去的。那你知道是几楼吗？因为这里面也有我的录像。我是凌晨12点半的时候要去4402帮他去浇树，然后我从1楼拿了快递，坐这个电梯，这个视频里面会显示。我从1层上到44层，我一共用了43秒，基本上可以推断出1秒1层。所以他是用了44秒。对，他用了44秒，到了4501。现在呢，根据时间线，第一条是8点，1上1下是4501，就1号门进，1号门出。然后紧接着第2个在录像里面显示的是10点，熏包子跟郭美妆。也是44秒，2进2出是4502。紧接着我的姐姐，也就是真模特进来了，她是0点整上电梯，此时的她是没有背包的。这个时候是她本人，她露了脸。然后经过了45秒，就到46层了， 2进2出。下一个就是我，0点30分，2进2出。你带着纸箱子，带着喷壶。你到了4402，我到4402，也就是帮他浇花。对。咋剽窃人家的智力成果呢？我就这么点智力成果都被你看完了。你说也说不上了，你不给我剽窃一下？下一个进去的是萨大概从视频上是0点40，他走的是46秒。46秒正好4701嘛，他去47楼嘛。帮您打扫房间。
此时重点来了，红衣女人出现了，就跟死者身上的衣服一模一样。啊，有另外一个红衣女人。1.05，这个红衣女人呢戴着一顶红色的帽子，推了一个箱子，因为她也是同样45秒2进2出，所以红衣女人呢从4602出来的，到达1层。然后呢，紧接着下一个还是她，仅仅过了5分钟，1点10分，她是从1楼同样用了45秒的时间，也是2进2出，也就又再次到达了4602，2次进出的时候都拿了同样的行李箱。这个时候是重中之重，在1点35的时候，这什么意思啊，哥？你疯了吗？真的觉得一模一样。你们都不用看视频，侦探，我给你演，我就是那红衣女孩。哦，为什么这么清楚？因为我比对过那2个视频的所有细节，我想看他是不是同一个人。他从02到的01，对吧？而且是贴着电梯的墙，一副被人害得要死的样子，仿佛后面有人，他非常的慌。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红衣女跟真是一模一样的状态？衣服能看到，但是因为我们天顶上看不到人。他从那一层走过去用了几秒？15秒。你知道他从2到1为什么不重要吗？这时间长度，因为电梯门一直是开的，所以电梯不可能上下。他如果电梯门中间有关上的时间，那就可能有楼层的变动。下一个时间点就是侦探1点50回来，然后紧接着就是萨时装又来了。他是从47楼下到了1楼去拿钥匙，然后再上来的，对吗？对。你说一下你自己的时间点。1点55分，从1号门进，从1号门出，从4701到了1楼，然后2点钟的时候，从1号门进，从1号门出，又到了4601去找你。2点钟您见到我，出现在4601。好 ，OK， 酷。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个时间线。哎，那个天堂那个歌是谁放的呢？我们去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响，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我通过那个桌上的功放关掉的这段音乐。我跟你讲，从目前所有这些信息里面，唯一可以判断的是，案发时间，也就是死者死亡的时间，是从12点到1点50之间，目前都有可能。为什么是12点呢？因为12点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真。等于在12点第一次他亮相的时候没有戴帽子，我们确认是他本人上了楼，后面他有一个，但不一定上楼，可能是下楼，反正就是他那时候还活着。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我们看到的这个电梯信息，你都要打个问号，它是上还是下？对，是因为上楼下楼用的时间是一样的。是的。我们目前逆向推测一下，也就是说，假使我们红衣女子跟最后死的时候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她有1次、2次、3次、4次出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推断这个时候她其实是从1楼上去的，回去了，她上去、下去、上去横穿。对。因为根据大家的供认，就大家那个时间都处在自己的房间里。陈他是4501，也就是在他底下一层。他如果作案的话，他只需要从4501翻上去。但是勋跟郭，可能他需要从4502先翻到这边来的自杀。我是隔2层的，然后呢，萨的可能性是说他直接从楼上下来，这个时间是完全的对得上的。就是从目前的可能性上来说的话，可能萨跟陈是动手来说相对比较容易的。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真模特要从自己的房间4602很慌乱的跑去4601，而从电梯的监控上来讲，并没有人在追赶他，对，也没有人在后面要挟他。然
然后接下来有一个天空公寓管家值班安排，这也是我在萨时庄的工位上找到的。这上面写的是1月11日到13日，萨时庄都是值白班，只有案发的当天1月14日，萨时庄又值了白班，又值了晚班。我在他的工位上找到了另一个跟他倒班的小王的手机。这还有一部手机，小王。1月13日晚上的7点半，他发给萨时庄的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求帮我值个夜班，明天早上9点我来替你，可以不？辛苦你了。”昨天晚上7点半是这个小王要他带今天的晚班，对，他被迫带的。不，给了88块钱。88是尾款，这就证明不是他主动。我这一晚上哪值88块钱？我这尾款。然后紧接着还是在小王的手机里，11月15日。也就是说，在第一起命案发生的第2天，物业主任跟小王说：“小王，下午调查局会来询问我们关于4601的事情。出事那天是你值班，你晚上值班的时候总是到11点的时候就打盹，但你一定要跟调查局说，我们保管的4601的钥匙不可能被动过，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绝不能跟我们物业有关。”他说：“好的，主任。”10月15日，物业丢钥匙了。物事丢钥匙，物事丢业了，物事丢药业了。在12月15日，第2起命案的发生第2天，发了同样的消息。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小王啊？发现每到14号晚上，他是11点必犯困，且必丢钥匙，且必死人。他特别聪明，而且今年的1月13号，他提前请假。88解决问题，你来。关于这个打盹的事儿呢，我找到了录像，在萨时庄的床头的一个柜子里找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上面写的是被剪切过的视频，里面发现了这段小王打盹的视频。这个时候你看，他过来拿了钥匙，在他左脖子上有一个桃心。哦。所以我们看看有没有桃心。有，这儿呢，有桃心，桃心是吧？你还给我摘下来了！对呀，你陪了我这一辈子。有。他13号的时候已经来偷钥匙了。对，已经来偷钥匙了。这个时候，这是11点3分，他把钥匙拿走了。他下次回来的时候是11点05分，也就是2分钟之内，他把钥匙又还回来了。你这2分钟拿的是哪儿的钥匙？楼里的钥匙，460钥匙吗？然后还有线索，我研究过 MGQ 那一期，萨老师说他家里有10口人。我的现状就是上有老，下有狗。下有狗，对，家里还养了2条萨摩耶。哦，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0口人跟萨老师长得非常的像，除了2条狗。2020年1月1日，也就是说去年，萨妻子跟他说：“老公，你整天顾着上班，不知道家里有多挤，咱们一家10口，除了你，一致认为换一个大房子哦。”可是老婆，大房子的钱从哪来？老公，你这么厉害，你想想办法吧。然后这个时候，萨时庄回了一个：“亲们，看看这个幸福院子怎么样 ？M 市中心的4合院叠数，我盘算好了，400加200等于600，刚刚好，机不可失。400万是我把原来的房子卖掉能够拿到的房款，200万是家里的积蓄，凑到一块儿刚好600万的首付，是这个幸福院子。哦。紧接着，2020年11月1日的时候，无良地产房姐骗我血汗钱。有一个手机，在搜广场上发的瞬间控诉房姐，房姐不得好死啊！还我钱啊！他写的是我还我钱，对，我要曝光，我要揭发。房姐开发的幸福院子就是坑人院子，我付出了一切，凑齐了首付，结果呢，等来的却是大坑一个，无良地产商没人性，房姐不得好死啊！是什么情况？我付了600万，他们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在原地挖了个坑，他们地基的坑确实是挖了，没盖。紧接着，我在他的枕头底下，里面有一张纸，发现了这个纸条。
2021年11月1日 ，Bonjour 萨时装。其实我忍你很久了哦，一直以来我闻不到你身上一丝一毫的法国的气息也就算了，你最近10天的考勤简直是不忍直视啊！作为 MGQ 的主编，我还是要对 MGQ 的整体质感负责的，所以从明天开始你就不用来了 ，Sorry。From 就和爱和你抬杠的 Tommy 假主编。你被开了？错。严谨的讲，我不是被开，我是被 fire 了，我被炒了。你这10天其实就是在追查房姐的下落是吗？我不是在追查房产的下落，你在维权，我是天天在那个坑里面在维权。好，进行维权之后，后来你打听到房姐住在这个公寓的46。哦，错。如果我能打听到房姐，我的维权就会有正当的举动。比如说，我之前为什么要去抗议？因为她不露面，我找不到她。所以世界这么巧合吗？你就是因为被 fire 了，所以你来到天空公寓求个职，好死不死他就住在你眼皮子底下。不得 house， 好死不死这个不得 house 的女子就住在你的眼皮子底下。house 服不死不得 house。你现在把那偷钥匙事儿给我们讲讲吧。当时不是买这房子吗？就这个幸福院子。花了600万，付了首付，确实是个坑，但是呢，也没办法，这个房姐跑了，跑了之后呢，我又被公司给 fire 了，我就想那得找个工作呀，然后刚好一看，这个天空公寓正在招物业管理，我就来应聘。就是你不认你是追着房姐来的，你是说我不是，无意当中遇到她的。但当你遇见她那一刻呢？当我遇见他那一刻，哇，天雷地火，哇，那叫一个轰轰烈烈，哦，那一瞬间我们燃起的那种火焰，炽热的火焰，我这个胎记原本是白的，你知道吗？气红了是吧？气红了，一见到他那一瞬间，你拿4601的钥匙干嘛了？我这里有一个天空公寓业主群的一个群聊，在哪发现的？你在？我是在陈秘书的电脑里。2020年11月13日，现在是房姐发的第一句。我是4601号的业主房姐，为了怕我忘带钥匙进不去家门，我现在呢家里有2片钥匙，放一片在你们物业办公室，以备不时之需，不会有什么安全问题吧？然后物业主任说好的，业主您放心吧。然后这时候他艾特了2个人，一个是萨时装和管家小王。这个信息就是说，所有人都知道房姐有2把钥匙，一把放在物业。然后就来到了2020年的11月14日，4502的郭美庄说，听说今天凌晨2点，房姐被发现自杀在自己的房间4601了，太吓人了，肯定是4601不干净。2020年的12月14号，4502的郭美庄。听说今天凌晨2点，4601的房间又有人自杀了，太吓人了。4601果然不干净，大家千万别靠近那房号。郭美庄听说的消息挺多的，就是郭美庄很八卦，不光是八卦，因为房姐死的那一下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不好的传闻，她上来她就说有不干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2021年1月13号。不重要的业主 A 说，我家4401突然漏水了，求管家赶紧来看看。萨时装说马上来，马上。几点？11点55分，对得上，因为萨说他12点上去的，对得上。你现在说一下吧，物业业主群里面已经非常明确的知道房姐住在4601，且有1把钥匙。我说房姐，这不就是我那个房姐？这不就我这个就红了，当时就红了。我说房姐原来住在这儿，4601，我就想找她维权。你是拿钥匙上去找的？我没拿钥匙，那时候她在家里，我就直接敲门进去，我就跟她就急了，咱就演一下，我说这哪行啊？你给我还钱！没有钱，你还钱！没有钱，就你这次我也不要，还！哎呀，没有钱。就没有，对，没有，咋了？对，没有，不是这么趴着死的，你又不是心梗。没有钱，没有钱。我一推，它有一个灯，啊，也是在那灯上，有一壁灯，咣当一下，是那个壁灯吗？然后就倒地上，是不是这个壁灯？对，就是这个壁灯。等于你失手杀了房姐，对吗？她当时不是倒在地上吗？我才发现。然后我一想。
这不行啊！一家老小的，这事要暴露出去，就算是我失手的，这也在法律上是有责任的呀。所以我就想了个办法，因为我一看他穿的一身红裙，我就想利用这个房间里面这种诡异气氛，制造一个比如说因为诡异现象，而自杀的这么一个，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不就认定他是自杀吗？所以所有这些东西弄完之后，红裙子，然后再放上歌，天堂岛之歌。为什么要放这首歌？还巧了，房姐喜欢这首歌，她对大喇叭里、录音机里、CD 里、手机里全是这首歌。这就是当时你是始作俑者对吗？这个东西还是您给我的灵感。这里边还有我的事儿呢。您还记得在 MGQ 杂志社那一次我们的联欢上，您到了我们公司之后，哟，这是什么脏东西？你这么记仇啊？我当时开了个小玩笑。对，我当时想，不干净的东西，怎么弄的？你这密室，房姐不是自己有把钥匙吗？然后我们还有一把这个备用钥匙。我就把他自己的钥匙留在他身边，然后我到楼下拿着备用钥匙上来，把门反锁上，再把备用钥匙挂回去。这段时间小王不正好在打瞌睡？其实他就是大剌剌的从电梯出来了，对吧？对。好。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萨时庄在说的时候，说他在观察那个女人的指甲有没有问题？啊，对。我在他那个同样的柜子里发现了一个女人的指甲盖，写了一个单词叫 model， 然后还有10月1日安装的针孔摄像头。这个一定不是他安装的，因为10月1日他还没来。11月1日，我的具体地理位置是在坑里，对，在那个大坑里维权。其实这个事儿呢是这样，针孔摄像头是从我们那个办公区域拆下来的。也就是刚才你们看到的那段我去拿钥匙的视频，是这个针孔摄像头拍的。1月7号那一天，我在收拾我们物业办公区域的时候，突然发现地上掉了一个指甲片，而且这个指甲片上还写了一个 model。然后我捡起指甲盖，顺着往上一抬头一看，哎呦，墙上居然有一个硕大的针孔摄像头。我一看，这个针孔摄像头相当隐蔽，我一直没发现。后来我就觉得这个针孔摄像头有问题。然后是在1月11日，3天前，我就帮住户这个清洁垃圾袋的时候，突然发现4602的住户垃圾袋里有这个卸掉的美甲，也写着保证。我一看同色同款，而且垃圾袋里是9片，刚好对上了。我就去找到他的房间，然后趁他不在的时候，看到了他的电脑里有我的这个去拿钥匙的这个，我就把这一段视频给剪切下来，拿回我们房间，就是你看到的那段。对就只剪了这一段。对，你还剪它干嘛？直接删掉。删掉以后会引起他的注意啊。我在打开他的电脑的这个文件夹的时候，确实他写了一段话说，没想到居然还拍到了这个，所以他是看过这个视频。我正准备，如果你撒谎，我就无情地戳穿你，因为你看见了这个是吧？针孔摄像头，没想到拍到了这个。还好你说了，你怎么能这样怀疑我？那当然了，我是个撒谎，你值得。怎么怀疑？哥哥，你值得。我可以换一种方式怀疑你，如果你需要的话。你想要哪一种方式，我都会。我可以为你去学。老板随便。这就是我的故事，大家满足了吧？我的天哪！新前台几乎把萨时庄搜个底儿掉。来。我来说一下我比较怀疑的。你怀疑谁呢？当然，我最开始从分析来讲的话，萨时庄跟陈秘书他们俩是离得最近的，对吧？他们都只隔1层。萨时庄去杀真模特，就是视频的事情。然后目前来说的话，我比较存疑的是什么？首先，我们这个据陈秘书的供认，他在第1轮的时候，他说了他在家的那一段时间刚好是在符合在4601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做一个推断，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个打电话，
把他引到这个房间，然后翻上来并完成作案，把他留在这里面，然后再下去。首先第一啊，他这个看电影这个说辞啊就有问题，他从8点看一部电影，看到凌晨2点。他在家看的电影叫《人鬼情未了》，那个电影没那么长吧？你是单篇循环播放是吗？是啊，每天随时都在看。所以你比较怀疑的是？我比较怀疑，目前比较怀疑陈宇。你搜了他那么多证据，最后你怀疑我，你有没有一点道理你？到你讲了，该我了，我没得可讲了。你确实没有别的了是吗？有一些。好，来。首先第一，我提醒大家注意一点，这个凹字形的造型的房子，它有一个便利，就是你可以从对面相互观察，它至少比如说可以掌握它几点到家，几点回来。如果开门的情况下，开阳台门的情况下，开门开灯的情况下。第二，死者的脚底板还有小腿的后部有黑色的拖拽的痕迹，但是我比较同意肉包子当时说的一个推论，就是在外面的客厅有一个折叠起来的地毯，很有可能死者是被人用地毯包裹着，吊上或者吊下或者拖来或者拖去，但是腿和脚露在了外面，所以会有部分的脏，对。小臂处有抓痕，然后太阳穴有非常深的一道致命伤，而且大家注意一个细节，调查局的2次告示通知，11月14号的这一张是此房已贴封条，房门勿关，闲人勿进，门是开着的。因房门钥匙属于案发现场证据，为保护案发现场，特留于现场。备用钥匙请物业妥善保管。但是到了12月14日，情况发生了变化，又一起案件发生，就是好模特那起案件。此房已贴封条，房门勿关，闲人勿进，也就门还是没关。应相关人员要求，房门钥匙已于今日被本局带走，备用钥匙请物业妥善保管。等于第2起也把门锁了是吗？对，门打开是调查局来调查的时候把门打开，所以在案发的时候门还是反锁上了，所以这一次门还是反锁着的。对啊，我们踹开的嘛，所有的细节都一样呗。从11月14号之后，就没有人再住进4601了，对吗？对。所以好模特在12月14号死在那里面的时候，并不是以第2个租客的身份，不是，他是莫名的就死在那儿了，不知道怎么进去。第1次封这个房间的时候，钥匙留在房间里，实际上就是我留在现场的那把房姐自己的钥匙，那把钥匙一直留到了12月14号又一起案件的发生。调查局说这一次钥匙我们带走，也就是说最后发现的时候这个钥匙是在房间里，对吧？那就是说最后这把钥匙是从物业的拿上去之后，然后就丢在里面，然后物业也没有钥匙，因为现在只有1把钥匙。因为原有的钥匙被调查局带走了，只剩这把备用钥匙。对，备用钥匙留在现场了，而且我们试过，确实他没有做一把假钥匙。对，确实是可以开这个房门的。对，那今天做完整个案件之后，从外面反锁门的钥匙是哪一把？哪来的？如果你说密室需要从外面反锁的话，这一次他怎么做的密室？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大家关注，就是红草帽在现场并没有戴在尸体的头上，而是在地毯下面。哎呦，帽子，因为我始终相信他用草帽就是为了遮挡自己的面孔，就是说有可能他是凶手。最后还是我刚才提醒大家的，就是因为所有的电梯的视频，你都无法看到他摁的楼层，所以请各位上下对，在遇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不妨2种方案都试探一下。也许他是下楼，也许他是上楼，这当中所有的人都是同一个门进出，只有红衣女子有一次穿墙而过。
你怀疑谁？我目前因为线索太少了，其他人的故事我都不知道。首先呢，我发现了一个这个照片，淡黄的长裙，很美丽，很有魅力。她叫好模特。反正这个照片看着让人有一种想打人的感觉。对，我看了也是有点儿。这个好模特她结婚了，她的结婚对象是陈秘书，这是他们的结婚照片，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你们知道有个词儿叫做夫妻相吗？你这太像了，你这像你不叫夫妻相，叫夫妻太像。不对，你这像龙凤胎。然后这个好模特呢，在这个 MGQ 这模特公司，2020年10月刊 MGQ 首席模特换新人，换的就是好模特。然后里头呢就有一个新闻了，近日 MGQ 的新人模特好模特凭借洁白的牙齿、健美的身材，在时尚圈一并拿下了舒适达牙膏在内的多个知名大牌。MGQ 杂志决定在2020年10月1日起，好模特代替真模特为杂志首席模特。首席模特不仅享有10万元的月薪，还能得到杂志社为其提供的 M 市网红海景房、天空公寓免费住宿。只有首席模特才可以有。你什么时候住进来的？10月份啊。10月。你跟着一起住进来的？对。那时候你们结婚了吗？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结婚了。哦，原来是啊，那我懂了。我后面还有一些信息。啊，听说你的英文名叫 Vision， 什么玩意儿？Vision， 对 Vision。很高兴认识你，好模特。然后这个日期是2020年1月1日，可能这个是他们俩刚认识的那一天。对。闪婚呢？哦，你们元旦才认识啊 ？Vision， 你唱的 City of Star， 是不是？真好听，这也是我最爱的歌。今天我特意穿上了淡黄的长裙，我答应你的追求，处对象了。2020年2月1日，1个月之后就他俩处对象了。Vision， 25岁生日快乐！听说你在科学减脂的瘦吧 APP 里完成了专业的体脂师定制的减脂计划，达到了黄金体脂率20%，获得了瘦吧之星的称号。好巧哦，我也是瘦吧之星呢，你知道吗？现在登录瘦吧 APP 还有机会领取明星同款体脂秤哦，我帮你领一个当做生日礼物吧。哪一天？20年2月22。巧了，我最近也在健身。那你要不要体脂秤啊？没有，我就没事，那社长给你买。然后我在他的手机里，因为他这密码是他这个歌名 City of South， 对，打开了他这个，看到他每个月20号呢都要发一个，他们好像是字母，我看月份顺序 XITUWA 是什么意思？西图瓦，西图瓦是谁啊？你想想。真啊，真哦，那为什么每个月20号要发？因为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是20。可是你跟好模特的结婚纪念日，你发出来最后发了个真呢？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没跟我说过。然后我打开你的抽屉啊，因为这个密码，箱子里有个纸条，我有点事想跟你谈谈，你到天空公寓4601房间来找我好吗？西图瓦。然后箱子里有个好模特的手机。今天在天空公寓见到你，感觉很复杂。西图瓦。什么时间？12月1号。还有一个，我是在陈秘书的手机里发的那个号码，就是刚才那个号码。他说：“你好，我是芒果快递的快递员，您有一个快递，地址有些污损了，看不清了，请问您是住在天空公寓几号？”然后这边回答说：“谢谢您，我住在天空公寓4602。”陈秘书发出去的，陈秘书给西图瓦发的，所以他想打探西图瓦住在哪。哪一天？2021年1月13日。你昨天才知道他住在哪？他就想问真，你住在天空公寓的天空公寓？说清楚，天空公寓。你咋了？怎么？这不你
出事了。你知道他在天空公寓，但是你不知道他在哪号房是吗？对。那你为什么要去问他住在哪号房呢？因为我不知道西图瓦这个人是谁啊。这个约呀，是西图瓦约我老婆。后来好模特就出事儿了，在4601。对于是呢，你就想知道，我就想知道西图瓦是谁。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你看，我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她那个黄色的裙子。这张照片是在哪儿拍的？这个是在西图瓦的房间里。现在已经确认西图瓦就是真模特本人吗？对。基本上可以确认了，基本上可以这样确定的了。我给大家把这些线索捋一捋啊，因为我哥哥上一案不是被这个抓走了吗？作为家里人来讲，我觉得对于这个公司还是有所歉疚的，所以我打算接替我哥哥的工作，然后为这个公司做点什么。所以，2020年1月1号呢，我呀就来到了这个公司。但是大家还是就免不了，因为有这种惯性，大家就还是喂这样子，就是我心里还是很不开心的。后来呢，就突然发现一个女神走进了我的生活，来到公司，她就说：“我听说你的英文名叫 Vision， 我是好模特，很高兴认识你。”然后我就觉得哇，有这样一个明星，居然主动认识我，跟我打招呼，还叫我 Vision， 就觉得真的她太好了，而且她长得又很漂亮。完全符合我的审美，似曾相识。对，好像在镜子里见过。这个很重要。晚上一转身一回头一看，好像仿佛看见了自己，完全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然后我说等我哥出狱的时候，我一定要带这个女孩跟我哥见一下。对，你们3个碰到一起可能会被消除哦。连看是吧？太香了，太像了，3包。然后呢，我就开始想要追求她。2月1号，我们俩就去 KTV 唱了一首这个 City of Stars， 然后到2月22号，我们就这个确立了关系，然后到5月20号我们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因为20号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所以你看到就是他在他的社交条里，每20号他都会发一个我们2个人的拍的照片，然后以示恩爱。然后他发西托瓦，然后以示恩爱。我现在知道，是不是感觉自己难受？心里对，有点啊，就给你挖坑呢吗？这不是？当时我确实不知道。然后因为他是个明星，所以我们只能说为了保证他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处于这样一个隐婚的状态。他就是在10月份评选到了我们公司的首席模特，然后呢，11月14号就发生了那起灵异的自杀事件嘛。但是呢，这个11月14号之后，主编就让我去外地出差，出差的时间差不多是2个多月。我再回来，我的妻子已经死了。因为失去了妻子，我就特别心痛嘛，然后我就请那个调查局的那个同志，一定要好好帮我调查这个案子。然后他们就把那个留在现场的那个钥匙、我妻子的电话都拿去调查了，最后给了我一个结论，就是钥匙已经损坏且没有办法复制。就是说，本来是在房姐身上的那把钥匙已经损坏且没有办法复制了，就是你没办法再把那个原始的钥匙从调查局拿出来或者复制。对。然后我在收拾那个妻子的遗物的时候，在她的首饰盒里发现了西图瓦给她写的那个纸条。最后不是那个调查局的人员给我了妻子的手机吗？然后我就在手机里发现了西图瓦给她发的那个信息，但是我又不知道西图瓦是谁，我知道他的那个电话号码，然后我就用我的电话假装快递员。你13号，也就是昨天拿到这个房号之后，你做什么了？我就去这个房间找他。你这是今天什么时候进去的？10点30。你上班之前是吗？对。发现他的房间里有我妻子的那个黄色的长裙，然后我看到了那个房间里的照片，我就知道他主人是真模特嘛。然后我就觉得他肯定是杀害我妻子的凶手，所以我就想替我妻子报仇。你的计划呢？我的计划还没想好。你怀疑谁？我怀疑他。
郭美庄，请您分享。我来。其实我们刚才在过程当中有很多是个人身上的故事，都挺详细的，但是其实还独缺一大块的讯息。刚才的过程当中，有人欲盖弥彰。你看我干嘛？这有点意思了。有人欲盖弥彰。有人欲盖弥，是这样的，就给你盖章了，还没明白吗？这个开场白就很让人有听下去的欲望了，朋友们。刚才我主要搜查的位置是前台，首先找到的是这个录音笔。哦，是什么内容？是你唱的是吗？我刚想说这么好听声音，我认了吧。有人出来认了。再等一会儿没认，我也认了。我要不是侦探，我也认。所以新前台对这首歌特别熟悉，而且还特地的录制下来。我就用了这首歌的字母 COS。解开了一个箱子，哦，也是用这个密码解开了箱子。你也是用这个密码解开了？对，我用那个密码解开了他的手机，然后他也用这个密码。你俩还共用密码？你们俩还有点那种感觉呢，这个。好，解开了一个什么呢？发现了一张青梅竹马的照片，是新前台牵着。哎，这是陈秘书吧？你们俩要不要解释一下？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牵着陈秘书的手。陈秘书还有点可爱呢，感觉。表情还是这种。所以我今天一见陈秘书，一见如故，是吧？对，就觉得小时候好像在哪儿见过。我打开的时候也有点吓到。好，然后嘞？照片后面有一个很暧昧的一个信息，上面写的是“重遇你太激动了。喝多了，误用姐姐的手机给你发了信息，还好删了。这几天我要好好的练习《City of Stars》，唱好了就正式追求你。2020年的12月1号，重遇你。然后这个故事是这样：小时候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叫郝模特。他跟好模特从小我们俩就玩得特别好，但他特别喜欢哭。他每次一哭呢，我就跟他讲英文，他就不哭了。因为你比较喜欢英文，所以我给自己起了一个更洋气的名字，叫 Vision。你俩同英文名，你简直就是个替代品。City of Stars 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孩子叫郝模特。我给自己起了一个更洋气的名字，叫 Vision。你简直就是个替代品。你俩坐一块就是 VV。我将来要用一个 Vision 的英文名字，唱着你最爱听的 City of Stars 来迎娶你。结果后来，这个女孩搬家了，搬到了一个很联系不上了。对，联系不上了。然后12月1号第一次入职，来到这个地方，我见到了郝模特。我一见如故。结果我发现他好像并不太搭理我，就比较难过，有点冷漠。对，有点冷漠。刚好呢，那天我姐姐死的这个真模特呢，是我的姐姐。所以你的本名叫真心是吗？没错，我也姓真。哦，难怪稀土瓦。因为我姐姐就刚好住在这个小区，她就让我去跟她喝酒，然后我就在喝多了的情况下，用我姐的手机给她发了一条信息，发说遇见你真激动。今天在天空公寓见到你，感觉很复杂。12月1号。然后我发完之后呢，
我当时我就意识到我发错了，所以我就把这个信息从我姐姐的手机短信里面删掉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你写的吗？对，没错，因为我觉得直接用手机表白太过于草率了。因为他小时候最爱听 City of Stars， 我就把这个 City of Stars 我每天录下来，然后我就决定练习好了之后再向他表白，把他重新再追回来，所以就有了这个 City of Stars 这个录音。那这个我有些事情想找你谈谈，来4601找我西图瓦，是你写给他的是吗？我不知道，不是我写的。那可能是他姐姐，因为他姐姐突然发现，原来弟弟认识自己最大的敌人，有可能，因为是好模特取代了真模特的首席模特的地位。这个有一个很妙的地方，就有可能好模特也对这个青梅竹马念念不忘，这就解释为什么他和自己的先生两个人摆这些爱的形状，却连起来是西图瓦。现在我明白了。我在这个前台的后面，我发现了一个未打开的信封，对象是西图瓦。小时候你说长大以后我会有一个像 Vision 这样洋气的英文名，就是西图瓦说自己会有一个洋气的英文名，好模特会实现首席模特的梦想，然后西图瓦会唱着 City of Stars 向穿着淡黄长裙的好模特表白。好模特说一直记得西图瓦说过的这个话，但是你们失散了，于是他邂逅了一个和西图瓦有一样英文名，唱一样的歌，生日还是同一天的他，并且和这个人结了婚。但没想到的是，你今天竟然重回到了我的世界。我知道他一直都是你的替代品，我不想骗他。他出差回来，我就和他坦白，请再等等我。好的，这边有一个值班表。晚班是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9点，是新前台在这边值班。但是新前台在真模特的死亡时间去浇茶浇花去了。对，浇水了。在前台上锁的电脑里头，我也发现了一些对话记录。首先说的一下是4402号房这个业主就称这个新前台是玉草，我最近出差了，买了几株绿茶，然后请他去帮忙去照顾。这是在1月13号的早上9点钟，就是昨天吗？4402业主说他家的密码是新前台的生日，一不小心说自己表白了，然后回来见。City of Stars。呀呵，跟4402还有一腿。这我就不得不说一下了。还要说？不用，我们这种不想听。跟案件有关吗？这个4402也是一个长得像陈秘书的小姑娘。你就不能放过我吗？就喜欢你这长相，就好这口。所有的女的今天都是陈秘书，显得你格格不入的。因为是上午给我发的消息，但是我那个时候才想起来，我12点半去拿的快递。12点半到2点05分，是因为我从前台拿了快递，并且把这个茶栽到那个盆里，然后我还要给它浇水。好的，刚刚其实新前台已经说了跟真模特的一个关系，这边就是一个佐证。新前台和父亲有一个对话的记录，在一个上了锁的资料柜里面，说的是。最近刚叫你姐陪我做了身体检查，你姐去拿了结果，说要加强锻炼。儿子，你看我锻炼的还不错吧？然后就发了他跳绳，半小时跳了3000下。新前台就夸了爸爸这个状态特别好，果然老当益壮。这个时间是在2020年的9月30号，但是同时在这个手机下头压了一张死亡证明。真爸爸的死亡证明是10月30号。
就1个月内，甄爸爸就过世了。1月13号的早上，新前台说去了姐姐家喝汤，后来甄模特就冲出去工作了嘛。对。但是其实当天新前台没有离开房间，他在姐姐的房间找到了一张甄爸爸的体检结果，是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医生不建议剧烈运动。但是姐姐建议爸爸多跳绳。杀机来了，杀父之仇啊！在新前台找到这张报告单以后，他其实就直接发给了姐姐。他说：“你是要害死爸爸吗？”姐姐说：“如果你恨我，就要跟新前台断绝姐弟关系。”你到底跟你姐姐是什么血缘关系？是这样，小时候呢，我是我爸亲生的，然后但是我姐姐是我爸爸收养的，但是我们就是一直像亲兄妹一样特别好。然后在我小时候，我妈妈意外去世了，爸爸就一个人养家就比较难。这个时候呢，姐姐就一个人外出打工。大概在17年的10月份的时候，我的姐姐签约了 MGQ， 因为长了一张厌世脸，就深受社长的喜欢，成为了首席模特。误 Q。然后呢，后来我就一直顺利的上大学。上到我研究生的时候，我本来准备出来找工作，我爸爸就说没关系，姐现在当的是首席模特，非常挣钱，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继续读下去。然后我就决定考博。考博的时候，我跟我爸聊天，我爸爸就说姐姐带我去做了体检，然后我爸还给我发了视频，特别乐乐呵呵，说你看你姐姐建议我多锻炼，然后每天就跳绳。结果刚好1个月的时候，我爸爸就死了。我这个时候就特别悲痛，在悲痛之中，我也就没有了读博的欲望。这个时候我就辗转到了天空公寓，我找了一份工作，决定开始自己的新生活。12月14日是好模特死掉，对。但是呢，12月15日的时候，我姐姐买下了4602这个房间，买下了，对，买下了。因为她已经不是首席模特，我不会再给她租这个房子，所以她住进来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她得用自己的积蓄来买了。1月13日10点的时候呢，姐说她有 vlog 要拍，她就出去了。她出去了之后，我没有着急出去，然后我在姐的房间里逛，然后我就突然发现了那张我爸的诊断通知，说我爸不能做心脏运动。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的生气，我就给我姐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骗我？我姐说，你要是恨我，咱们就断绝姐弟关系。我心里就特别难受，你就想杀他。对，我就觉得我爸养育你这么多年，你为什么要骗我爸，造成我爸死亡？所以你就剩这一个亲人，你也不想要了。我分享完了。那你怀疑谁？我现在严重怀疑2个人。他们俩。OK， 好，棒。下面来稻城。我呢，主要去了包子的房间，揭开包子的面目，把皮儿扒开，把馅儿露出来。我就觉得包子很奇怪，没有馅儿，原来是个馒头。你们都错了。它表面上是一个包子，其实啊，它比包子还要更复杂，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它里面装的什么馅儿。首先啊，它呀其实是有很丰厚的家底儿的，都是我们够呀也够不着的。就他那辆小房车，够的。他别说别的了，他就光欠债。通过什么证明他有钱？敢欠债？他光欠债就欠了1.4个亿。自动剪脚指甲器，发起人是萨糖糖。这可以。贷款金额3000万，实际收入200万。还能收入200万，他丢了3000万出去，实际上收回来200万，亏了2800。还有这个一滴就准眼镜，傻瓜式滴药水神器，让你的双眸更加闪亮。投了多少？贷款金额2000万，实际收入100万，这又亏了1800。还有这个共享马扎，项目发起人未来，这你应该依稀有记得吧？依稀记得。
然后贷款金额也是3000万，实际收入又是100万，又亏了2900，然后还有自动喂饭机，撒糖糖。可以啊，我在你这儿捞了不少啊，我去。项目赔了，你挣了。然后他投资回报表上写了个便利贴，上面写着：难道要用全部身家去还债？不行。哎，完了。哎，我这么算一下，1.4个亿的贷款，然后他盈利了1000万嘛。他如果能还债的话，他的全部身家是1.3个亿。你有1.3个亿啊？可以这么说吧。所以他倾家荡产可以还。所以你现在就是不还，然后假装在这卖包子，其实你有1个多亿。我还看见了他和这个郭美庄的爱情故事。他在自己的这个摊位的前面啊，发现了郭美庄曾经跟一个也是有钱的人发生过了一段不愉快的事情。当时说的是，他说：“你就和你的臭钱一起发臭发烂吧。枯木逢春，天降女友，不爱包包爱包子的女人，我爱了。”枯木逢春，我已经年过半百的一个人，46，真的46是年过半百吗？我看一眼，长得有点像张若昀。我看一眼，我看一眼。然后他还泼的红酒，我看一眼。完了找。我这前男友就是这个张水手。张水手真的？我就是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乘风破浪的男人。所以你该不是叫画画吧？我画画的 baby。我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就遇到了张水手。他是一个海对面一个岛的王子。海王。海王。但是张水手遇到我的那天晚上，我们就开着那个快艇从那个岛就来到我们这个公寓的这个海边，他就跟我说，这个未来就是我们的家。我想这样的一个有身份地位的男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就跟我聊家，我就信了。总而言之，发生了一个事情吧，就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了。后来他又找到我。那天其实我俩的遇见是一场误会。哦，是个误会，我以为是那种我以为很飒的那种感觉呢。他只是借你来羞辱一下对方。在一个熏包子的门口，摊门口，对，张水手就说，如果我们再重新在一起的话，反正限量的包就随便我买。因为一个现在我还不想提起的一个事情，所以当天我就拿起了熏包的这个包子，我就跟他说，这个包也是限量的，也能填饱肚子。不要以为所有的女人都爱钱，我就爱这个限量的包。虽然是一场误会，但是我们就这样定情了。但他后来真的有跟他在一起。一开始我用的是这个包，但是我后来爱上的是这个人。所以熏包子深深地坠入了爱情。对，我们俩演一出戏，然后我深深迷上他了。然后他就一系列这个留了郭美庄的照片，上面写着：这该死的魅力，不锈钢的嘴，棉花糖的心。哇哦！该死的美貌，冷艳，如同高不可攀的女王，落在我心里。哇哦！你这该死的努力，吃包子的时候都在工作，疼在我心里。哇哦！你这该死的温柔，给那个小孩糖，甜到我心里。你这该死的温柔。然后就是一系列他的这个内心的独白吧。然后我还发现了你们俩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都是被你发现了？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告诉郭美庄他有钱这件事呢？在他的手机里啊，我用心做好包的这个人生格言，打开了他的手机，发现郭美庄然后发的一个文章，结婚前发现一贫如洗的未婚夫是个亿万富翁，妹子气到爆炸。就说结婚前突然发现自己的未婚夫你跟前不是什么字？不要丢了夜市，这词儿都烫嘴。
结婚前突然发现自己的未婚夫是个未婚夫是个亿万富翁，会是什么反应呢？是狂喜、激动，感觉自己中了彩票吗？错，现实中真实的女生，她的反应是气炸了。然后郭美庄在底下的评语是：装穷的男人比真穷的男人更不能要。我可以接受一个一贫如洗的男人，但绝不能将就一个不再诚实的男人。哎，所以我看了这个东西之后，更不敢坦白了。我更不敢坦白了。没事，你把债还了，你就配跟他在一起。对呀，请你注意，他最后一句写的是，但绝不将就一个不再诚实的男人。他现在即便是把债还了，真的变成一贫如洗，他也不再诚实。我怎么都不对了，他没有退路了，他只有把他杀掉，他只有把他杀掉。啊？哎，死者是他吗？最后发现一个勋最可疑的一点，他有一个密码锁，上面写着全部身家，他的全部身家是1.3个亿嘛，然后就打开了他的那个密码柜，然后密码柜里面有很多封 MG 地产写给各个渔民的信。渔民？对了，这就是我一直在猜的事儿。那个新闻你们还记得吗？老实人说老实话，这个楼是建在一个叫什么渔村的原址上。对，海阔天空小渔村。海阔天空小渔村有大事儿。你看，我给你们念一下啊 ，MG 地产，海阔天空，海阔天空，海阔。你没事吧？未婚夫，夜市，你也丢了夜市啊？等一下啊，家乡话说出来了，海阔天空，海阔天空，小渔村是我们的家乡，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生活，我真的不愿意离开这里，你们别来捣乱，求求你们了。渔民老甄啊。老甄，我们这儿一片都停电了，电线都被剪烂了，还有人家里莫名其妙有蛇，是你们找人搞鬼吧？海阔天空小渔村到处都写满了危楼和拆字，肯定是你们乱写的，对不对？混蛋地产，就说明 MG 地产是一个无良地产，然后他们用各种方式、各种手段抢占了这个海阔天空小渔村。说说吧。我说一下吧，1993年的时候，就是我18岁那一年，其实我有点积蓄，然后我就盯准了房地产业。然后那个时候，这个海阔天空小渔村呢，根本就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非常有眼力的瞄准了这块地，我就在我18岁那年，我就把这块地买下来了。可是你知道，当我买下来之后呢，小渔村的人不走，他们不允许我开发，然后我是用了一些不好的手段。然后呢，2012年，这个沿海一带这个房价疯涨，我就开始设计这个天空公寓。所以你是 MG 地产的，这个公寓都是我的啊！我是一个有钱人。我原来还以为你最牛呢，住个顶层，地下室都是他的。我终于变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哎，你把这脱了吧，把礼服拿来，换上。更衣。咦，我穿什么外套我就不配。把礼服换上。你塞不进去算了。你这么有钱呢？这栋楼都是我的。请问，你跟真模特的关系还没出现是吗？那你怀疑谁？他们家呀，像一个隔间一样，那个门打不开，所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谁？你们俩。好，谢谢。咱俩来吧，啊！我们去了我们郭美庄的房间，看到 M 市第一医院的诊断报告，去年的1月31号没毛病，给他做的一个诊断，该患者自述长期难以入睡，且整夜睡不着，经诊断患有严重失眠，建议进行心理调节。还有在他的房间里面，垃圾桶里面有一个撕碎的传单，打开了之后是著名的房姐地产幸福院子的宣传单。所以原来我俩是天涯沦落人。
咱俩是在一个坑里战斗过的。哎呀，你当时买的几号院？我当时是去看了那个样板屋，也是去年1月的时候。哎，但我比你聪明一点，我还没付钱啊。你把刚才那握手还给我。这太伤人了。你睡不着是因为喜欢，还是因为没有钱买？其实我1月份的时候我去看了，但是在看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很不愉快的事情，所以我其实就没再考虑了，我就把那个幸福院子的传单给撕了。那看来是相当不愉快的一件事。从那个之后，我就完全的在一个情绪的黑洞里面，所以我确实在服药，我在看医生。好，下面我们就去了我们真模特的房间。他房间里面有一个密码锁是4个字母的，然后呢，我就发现在他的床头的这个柜子上摆了4个很漂亮的画。第一幅是一个海景，第2个是个括号，第3个是个天空，第4个是一个空的盒子。我就试着用海阔天空打开了这个密码锁。太长了。打开了这个盒子之后，是这张照片：好模特和真模特的合影。背面有一行字：好模特，我不恨你，因为我知道我不会永远在这个位置上，不是你替代我，也会是别人替代我。重点是逗号，这话没写完。什么情况下一行字不写完，而且逗号都打了？被打断了，被打断了。接着 Tommy 找到了一个钥匙，打开了一个盒子。第一个是他的收养证，收养人是真爸爸，1994年收养的7岁的真模特，收养的是因其唯一直系的亲属爷爷去世。从这个爷爷去世和海阔天空的这个密码，我们可以稍微猜测一下，真模特是一个渔民的小姑娘。但是呢，她的爷爷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证据，可以联想一下。盒子里面还有一个真模特的一个成绩单，这都是6分啊、8分啊，成绩极差。老师给家长的提示是最后1名，请家长好好督促他学习，不要让家务占据他太多时间。哦，每天干活。然后真爸爸对老师说：“老师希望您不要插手我家里的事儿，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照顾好我们家。”与此同时，我们拿到了真模特在2000年到2005年这5年间的一个时间表。他早上6点钟起来，到7点钟是给弟弟准备早饭，7点到7点半是洗衣服，7点半到8点送弟弟上学，8点到12点上学，12点到12点半给弟弟准备午饭，12点半到1点清理垃圾，接下来辅导弟弟写作业，陪弟弟玩，哄弟弟睡觉，打扫卫生，刷鞋子，一直到12点。你还想杀掉姐姐？你有良心吗？你姐姐从小那么对你那么好，好惨啊！另外，他的房间的这个床头的日历上特别标注了2个日期，一个是11月14号，一个是12月14号，出事的2天被他标注出来了。真模特的房间里面还有一个电脑，打开有这个购房合同，他用400万的价格一次性的购买了4602这栋公寓。12月15号，好模特死亡的第2天。maybe 当时他的钱只有400万，但是不够房价，他就采取了一些行动，让房价又降了一些。那他这么精准啊，对于房价的把控，一次200万嘛。另外，我们也发现了他的这一件黄色的长裙，就是在一个盒子里面装的。然后我们在他的房间里面看到了那个他拎进拎出的那个大黑包。包里面发现了3样东西，一个是宫廷风的坐垫，还有一个地毯，还有一个娃娃。里头有那些东西有些什么痕迹吗？我个人觉得有点脏。下面我们请汤秘书给我们讲一下，在阳台上发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死者房间的阳台旁边有一个花盆儿，有一个断了就是一部分的一块石头，但是这个石头很突兀，因为它完全不是4602的房间里面会有的。
我们看所有的房间里面，只有在案发现场，也就是4601。哦，这边有石头就是裂开了，也找到了一些就是断裂的石头。我们检查了，只有4601的装修有这个特点，有这个鹅卵石，但是在4602，我们找到一块只有这么大，在角落里面断裂的半个。我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点，石头都在阳台。如果都在阳台的话，会不会就是有一个互相丢的一个过程？这样就不用通过电梯去做什么事情，那可能直接从阳台到阳台，而不是绕一圈。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点，大家提到了没有？物业在1月1号的时候发布了一个消息，说接二连三出现这种怪异的事件，说请各个业主从现在起暂停出租，并且现有的租户必须在2月份之前搬出去。从2月份开始，这个楼不租了。对，这个就是贴在我前台的。这是一个重点。你现在怎么想的？既然不租了，把他们都轰出去，你要干嘛？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怀疑谁了吗？我要去投票了。因为目前仅仅从故事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动机最强的是你，海阔田坤。你就不强烈了？我的动机没那么强烈。你都杀了一个人呢？我都杀了一个了，我还在乎一双吗？对呀，说的不就是这事儿吗？不是说要去杀他，包括第一个也不是要杀，我杀了他，我钱就拿不回来了。不是，他把你毁了，把你工作也整丢了。你还有一家10几口人呢。你的动机是属于杀妻之恨，我至少他还没杀我们家人，他只是知道我的秘密。我说句心里话，我现在不是特别怀疑魏。如果我是这栋大楼的主人，我一定不会在我大楼里面频繁的杀人。另外一个还说这个楼里面有恐怖的事件，然后有不好的东西，它的房价一跌再跌，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好，谢谢大家。好，来吧，加油，加油，加油！争取第一次投准。选，今天很难投。杀真的话，如果是从目前已知的话，一个是杀父之仇，一个是杀妻之仇，一个是杀人灭口。现在勋跟郭的故事都没出来，我还是觉得勋可能性不是特别大。而且其实现在非常关键的是一个杀人手法，他怎么翻怎么弄。不管，先投吧。哎呀，害怕。还有2个人的故事没出来。0点1点05，1点10分。你觉得是他下楼？为什么？在外面被杀掉了啊！那个电梯2个门同时打开，你根本看不清楼层。天空公寓要清盘，我说嘛，我猜的是对的。他已经习惯性的用一个错误去掩盖另一个错误，用一个谎言圆另外一个谎言。对我而言，已经是我的全部了。真也是发现了他的谜，他已经没有办法回头。啊！这有个密室。出来了，出来了！他有个很大的空间。宝宝，我好是他杀的。这个死亡证明，房姐其实是个傀儡，就是那个时候有人控制了。我死命的打自己，因为我很想从这个噩梦中醒来。他能把所有的房间都可以串联起来，用一个视频让你以为他是上楼，但其实他是下楼。但是。针对这个熏包子这个案例啊，我认为这是社会的一个常态，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需要去买房。
大家在购买房产的时候，其实这个房产可能占到我们家庭的这个生活收入当中的很大一个部分，甚至可能是未来几十年都有可能会靠着这个房子来做房贷的还房贷或做房奴。你如何去区别或者去辨别一个开发商的一个优劣？那么大概从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当你选择去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一定要查开发商的背景。第一个层面，公司这个层面当中，它的股权背景，它的股东是谁？这个股东当中，它的背景情况怎么样？它的股东实力怎么样？股东是否失信？股东是否有债权债务的纠纷？第二个，对企业的高管要做一个基本的尽调，因为现在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你从企业去查这个企业很好，但是实际控制人并不是这个人。那么这个实际控制人有可能是已经是失信的人员，也有可能是已经是欠债负债累累的一个人员。还有就是你得看这个品牌，当然我们也得看这个，并不是说一旦出来的是中国的百强企业，百强的房地产企业我就一定信。但是从品牌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认为也是作为一个考量的因素之一吧。那么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就是你在跟开发商选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所有的开发商承诺的东西放到这个合同当中去，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发生纠纷之后，合同就是你处理这个事情的核心依据。无论你是找政府解决也好，或者你是找法院解决也好，大方向是按照你的合同来做解决的。所以我认为这三个方面是你可能在辨别开发商的时候是必须要做到的。第一个，非法集资，无论是你通过注册一个壳公司去吸引这批人进来，还是说我直接就卖楼花的方式，很有可能他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说是五证齐全的情况下，我就去做这个销售。那么首先涉及到是一个非法集资。第二个，诈骗，无论是最终还是我刚才那句话，无论是我收的是预付款、定金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意向金也好，都不合法。只要没有符合法律所规定的，那可能它涉及到一个合同欺诈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判断说，你到底你这个房子买的时候，这个房子处于法律规定的哪一个阶段，这是很重要的。人像视频会发光 ，Reno 探案心不慌。感谢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 5系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口喉健康，信赖3金西瓜霜。感谢3金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要当名真人，就到 M 城明星大侦探长沙旗舰店即将来袭。上微博参与明星大侦探话题讨论，说出你心中的 Top One 戏精成员。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新闻客户端合作澎湃新闻、凤凰新闻、界面新闻、一点资讯、Zack。感谢特别合作智行、达达快送、有道词典、一代驾、映客、好看视频、WiFi 万能钥匙、闪萌、搜狗输入法、网媒支持。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环球网、国际在线、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网、华生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象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熊猫娱乐、亚洲文娱、亚洲影视。